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，这是智慧的年代，也是愚蠢的年代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为他人减轻负担的人都不是无用之人。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笑声和好心情更具有不可抗拒的感染力。想想你现在的福气，每个人都有很多福气，而不是想你过去的不幸，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幸。我将在心中纪念圣诞节，并努力将它保持一整年。仁爱之心是最真实的智慧。我们不必为自己的眼泪感到羞愧，它能开阔肺部，洗涤面容，锻炼眼睛，并缓和脾气，所以尽情哭吧。变化带来改变，没有什么能传播得如此之快。我所做的远比我曾做过的任何事都要好，我所去的安息之地也远比我所知的任何地方都要好。大地上有阴暗的阴影，但对比中的光明更加强烈。即使在最有规矩的家庭中，意外也会发生。一个无力偿付的人找另一个无力偿付的人来担保他能够偿付，就像一个2条木腿的人找另一个2条木腿的人来保险他的腿一样。有头脑的智慧，也有心灵的智慧。家庭不仅需要由那些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，而且还需要由那些我们愿意捐血的人组成。无论我在生活中尝试做什么，我都全心全意地努力去做得好。无论我投身于什么，我都完全投入其中。拖延是时间的小偷，去抓住它吧。尽你所能做好事，并尽可能少张扬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停止说我希望，开始说我将要，把一切都视为可能，然后将可能性当作概率来对待。对狩猎的热情深植于人类的胸襟。一个想法就像一个鬼魂，必须先稍微对他说话，他才会解释自己。他会变成一具可爱的尸体。慈善始于家庭，正义从邻居开始。我希望最终真正的爱和真理比世界上任何邪恶或不幸更加强大。总之，我太懦弱，没有做我知道是对的事，就像我太懦弱，无法避免做我知道是错的事。在人类的心中，有些弦最好不要被触动。即使是伟人，也有穷亲戚，这是一个令人惆怅的事实。在他人身上花费的一天，并非对自己的浪费。重要的是这一点，随时能够牺牲我们现在的自己，为了我们未来可能成为的自己。在生命的紧急关头，没有什么比单纯的真理更强大、更安全了。生活由无数的离别焊接在一起。时间是所有人类制度不可抗拒的审判者。每个旅行者都有自己的家，他在漂泊中更懂得珍惜。正是因为我非常重视温暖或敏感的心，我才希望他们免受伤害。离别的痛苦与重逢的喜悦相比，简直微不足道。对于一颗年轻的心来说，一切都充满乐趣。没有一个识字的人会像不识字的人一样看书，即使是书架上未打开的书。有些书的封面和封底远比内容好得多。自然赋予每个时代和季节一些特有的美。亲爱的，克制你的欲望，你就征服了人性。我被折腾得支离破碎，但我希望能变得更好。有一颗永不变硬的心，有永不疲倦的脾气，有永不受伤的感动。一个值得思考的奇妙事实是，每个人类对其他生物来说，都是一个深刻的秘密和谜团。碎裂的心灵，你以为自己会因此而死去，
却发现自己仍旧活着，一天接着一天，度过每一个难熬的日子。保持自然是一种非常难以维持的姿态。在孩子们生活的小小世界里，没有什么比不公更被细微察觉和感受得如此深刻。家这个名字，这个词语，它是如此坚强，其力量超越了任何魔术师所说过的话，或者任何精灵在最强大咒语中所做过的回应。年收入20磅，年支出19磅6先令，结果是幸福。年收入20磅，年支出20磅06先令，结果是痛苦。我只求自由，蝴蝶是自由的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胡说八道，说什么坏人不会正眼看你。不要相信这种观念，只要有好处，不诚实的人随时都会盯着诚实的人看。太阳刚升起时是微弱的，随着白天的推移，它逐渐变得强大和勇敢。开朗和知足是伟大的美容师，也是著名的青春容颜保持者。信贷是一种制度，没有能力支付的人可以让另一个没有能力支付的人担保他可以支付。人的行为会预示着某些目的，如果坚持不懈，就一定会达到这些目的，但如果偏离了方向，目的就会改变。骄傲是七宗罪之一，但这不能是母亲对她孩子的骄傲，因为那是两种主要美德，信念和希望的结合。建造与创造之间的全部差异就在于，被建造的事物只有在建造之后才能被爱，而被创造的事物在存在之前就会被爱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